大家好，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前天啊，在2月4号，在瑞典的厄勒布鲁市的里斯伯格斯卡学校啊，叫 Cambridge Risbergska， 发生了瑞典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事件啊，包括枪手在内的，一共有11人死亡，6人重伤。这个事儿啊，就迅速就震惊了瑞典全国，包括瑞典国王和皇后啊，都到现场去视察慰问。那这个事儿啊，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呢，警方是三缄其口啊，一直啊不暴露不说这个凶手的身份。那么凶手已经自杀了嘛？那么现在啊，我们隔了一天再回头看，和我猜想的一样，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和移民有关的这么一个凶杀案。这是凶手啊。那么这个凶手啊是一个当地的人 ，local 啊，是一个瑞典的白人啊。当地呢是2月4号中午12点半左右啊，位于斯德哥尔摩以西大概200公里的厄勒布鲁市啊，它的这个里斯伯格斯卡学校呢突然就响起了枪声。当时呢，这个学校呢刚刚结束了这个全国性的考试啊，许多学生呢已经离开了校园，这就避免了更大的伤亡。据现场目击者说呀，现场是一片混乱啊。有一个16岁的小孩叫 Lynn Malmstrom， 他回忆说呀，他说看到地上有很多的尸体，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受伤，就是人们惊慌失措啊，惊慌失措的这种哭喊着。家长们也非常担心，现场是一片混乱。另外一个15岁的小孩叫 Elvin 说呀，他说这种事情啊，应该只在电影里边或在别的国家看到，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啊，凶犯呢已经死亡啊，自杀了啊。现场呢是浓烟滚滚，6名警察在现场呢就赶紧找医疗援助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结果呢是11人死亡，包括枪手，重伤6人，其中呢5个人啊是遭到了枪击啊，评估呢是有生命危险的，4个人呢已经完成了紧急手术趋于稳定，另外2个人还在重症监护室啊，1个人呢是在肺科病房接受治疗。那么这个嫌疑犯啊是一个35岁的瑞典男子，在枪击的头一天啊，警方没有公布太多的信息，只说呢他处于失业状态，没有受到过警方关注，就是没有犯罪前科啊，是一个有社交困难的独居者，而且呢可能长期存在所谓社交隔离和心理健康问题。这个事发生之后啊，瑞典是全国震惊嘛。国王也到了现场，然后呢，教堂也开放啊，给那些受到过现场的这种心理这个影响者呀提供危机支持啊。另外呢，包括这个当地的清真寺也开放接待家属。那么司法部长啊叫 Stormer， 他确认啊，这是瑞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啊，而且呢，这个希望民众啊保持镇定，避免猜测，等待调查结果。呼吁啊，防止社会分裂。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更确信啊，这肯定是一个和移民有关的问题。大家知道啊，在德国啊，在去年啊，在法国，在欧洲很多国家啊，去年都发生过，包括伦敦都发生过和移民相关的这个暴力事件啊，有的是针对移民，有的是移民发动的。那这个事件啊，发生凶案的这所学校，咱们屏幕上看到的，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被征用的，就是进行移民语言教育的这么个学校。那我们回头说这个叫这个小城啊，叫厄勒布鲁啊。厄勒布鲁呢是瑞典中部的一个小城啊，说小吧，就在欧洲也不算小了，有10万多人，是瑞典的第6大城市啊。那么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以西大概200公里的这么个位置吧，是厄勒布鲁县的这个首府啊。那么到去年底呢，人口是15.6万。而这个地方啊，在中世纪啊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啊，始建于这个有一个城堡啊，是始建于13世纪。那么到1810年啊，这个有一个王储叫让巴布蒂斯特贝尔纳多德啊，在这儿呢被选为瑞典的王储啊。这里边呢出过很多著名的安德森啊，包括足球名将安德森。那这个凶犯啊，后来也改名叫安德森啊。这个厄勒布鲁市啊，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呢，是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西格巴恩啊，叫曼内西格巴恩。这个曼内西格巴恩啊，是这个城市叫厄勒布鲁市最著名的科学家，他在1924年获得了诺贝尔
物理学奖啊，是对 X 射线光谱学研究。后来呢，他的儿子在1981年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就这父子都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都和 X 射线光谱研究有关啊。这就是这个小城啊一些著名的人物。那么在这个城市里边啊，大概有25%啊是移民啊，这是个移民背景比较浓的城市。啊，学生人口比例也比较高啊，也是瑞典啊多元化文化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这就是我开始的猜测，很有可能是一个和移民有关的这么一个案子。那现在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暴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凶犯啊，他确实是有可能有这样的这个猜测的。那根据现在瑞典当地的一些报道啊，这个现场的视频里边流出的视频里边啊，有一句话叫“你们要滚出欧洲”，啊，这句话呢随后就传出了枪声啊，那么这句话呢是一个躲在厕所里边的一个浑身颤抖的一个现场目击者，他拍的视频，就是你们要滚出欧洲，你 ska o Europa 啊，是瑞典语。那么这个嫌疑人啊，他现在的名字叫 Richard Anderson 啊，也叫 Anderson。啊，那这是一次独狼式的袭击。那么这个 Richard Anderson 他之前啊，他不叫这个名字，他之前叫什么呢？他之前叫是一个很长的名字，叫Janus Richard Simon， 他原名叫Janus Richard Simon 啊，就是乔纳斯这个理查德西蒙。那这个名字呀，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瑞典名字。这个 Jonas 啊，它是源自希伯来语啊，在圣经中是代表和平鸽啊，这个人的原名啊，和平鸽。这个 Richard 大家知道 ，Richard 就是日耳曼语名字嘛，就是强大的统治者。而这个 Simon 呢，就往往就是希伯来语很常见的名字，在圣经中呢很常见的啊。那么现在呢，他改名了，他在17岁是20岁啊，他改名叫Richard， 保留了中间名，后面改名叫 Anderson。Anderson 啊是一个常见的瑞典名字，我们前面讲过，有瑞典足坛名将 Anderson 是吧 ？Anderson 呢，就是它字面上意思是 Anders 的儿子 Anderson 嘛，Ander 的儿子 Anderson 呢，这个在瑞典语里边它的含义呢，往往是男人或者战士，所以这个名字它改名啊，是否也反映了他的这个身份认同的改变？比如说啊，从带有犹太基督教文化色彩的名字呢，改为更传统的这种瑞典名字组合。比如说他的第一个名字里边还有 Jonas 啊，就是它是和平的意思，是吧？那么那后来的改名啊，留下来一个强大的统治者，这中间门 Richard 是吧？是否就暗示了他有某种民族主义倾向呢？也很难说，因为他改名时间呢是2017年，当时啊是正值欧洲啊这个难民危机是比较厉害的时候。大家知道啊，默克尔啊，瑞典首相默克尔可以说是开启了欧洲啊他的灾难之路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那么大家知道啊，欧洲是走在错误的路上，原因呢就是基于现在的结果。你拿现在的欧洲和10几年前的欧洲比，它一定是走在错误的路上。我们知道啊，基于人道主义或者同情接纳移民和难民，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和保持本国和本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啊，这个社会的安定，在这两个之间是不难选择的。你不能因为难民和移民毁了你原来的社会。遗憾的是，默克尔呢，他做错了啊，他带领整个欧洲啊做错了。现在看起来呢，一切都找到了合理的理由啊，因为目前的德国选举，大家知道，偏右的德国选择党就是马斯克支持的那个德国选择党那个女党魁啊，一说话就很振奋的那个女党魁，获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这个支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原来这个世界确实是太左了，所以才有回归的动力啊，就像我们说老《三国演义》里边那个开头所说的是吧？天下大势是什么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现在世界的趋势啊，包括川普啊，这个谁都看不上的家伙上台了，他竟要带领世界最强的国家再干4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极左以后必右，极右以后是必左，不然人类社会是很难前进的。所以现在呢，看起来历史视角下的这种摆动规律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不光影响了德国，影响了法国，也影响了瑞典。那么基于人道主义的决策，这个移民政策，
你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危机啊，因为你的社会福利、移民政策它是矛盾的，而且文化融合呀和社会认同之间也是有很挑战的。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多的欧洲国家都有这个，特别在这种巴以危机事件中，有很多极端的穆斯林跳出来啊，烧毁当地国家的国旗。你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啊！那么所以现在呢，这个民众对现行政策不满，不光是民粹主义者，也包括移民。所以呢，这一起瑞典的枪击案是否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或者是个精神病发起的，现在还需要等待更多的结果调查。现在看起来啊，越来越多的信息看到啊，虽然这个肇事者已经死亡了，但是他在2017年改名之后啊，他就获得了武器的持有资格，有一把持有许可证的这个狩猎武器。而且呢，这个人啊，从2015年以来，他现在35岁啊，2015年到现在，就是他20多岁，高中毕业之后到现在，他没有任何工作收入然后呢，他的高中成绩不合格，所以他连兵役都没有服用过。这是一个被彻底边缘化的一个瑞典的 local people 啊，那个应该说是非常困顿的。他从8年级到9年级啊，所有的科目均不及格。所以他就没有资格上高中，必须学习单独的课程，所以他也就没有服兵役。很多他的这个熟悉的人说啊，说这个人非常孤独，从小到大非常孤独，也非常安静，大部分时间呢都是独来独往啊。小时候还不太明显，随着年龄增加呢，他变得越来越孤僻啊。去年呢，他经常在家，后来呢就从学校消失了。所以呢，这个人啊，他后来呢就是这个 Anderson， 后来就在这个厄勒布鲁的这个教育中心学习。那他在教育中心里边遭受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啊。现在看起来，就这么一个学习困难障碍者，甚至精神都有问题的这个社会隔离者，他在学校里边一定不是十分顺心的啊。我们要简单理解，这就是一个报复学校、报复社会的现象。往深里边理解，包括他最后喊的那句话：“你们都滚出欧洲”，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把他自己的困境归咎于移民政策。那这个归咎于移民政策是否对呢？那还要看他个人的具体情况。你要说一点和移民政策无关，也说不过去。但是他把他的个人的所有的不幸都推给了移民政策，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他高中成绩不佳，没有犯罪前科，安安静静的这么一个社会隔离者，就独狼式的袭击，造成了瑞典自可以说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枪击案，甚至都不是校园枪击案。所以很有可能这是一个有比如说亚布斯综合症或者是高功能自闭症的这么一个患者他只有历史成绩和美术成绩合格过，其他成绩全部不合格。那这样的人，大家想想，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可能会抱有同情心可能不会讥笑的，但是他可能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你想想，因为学历连兵役都没有服用过，这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一个社会人群者所以这个问题性个案就造成了后边一系列的问题。从后来他持枪就说明呢，整个他这个社会呢是没法甄别他的系统性风险的，带有自闭症，然后长期失业，所以这种个人心理问题，包括社会适应的障碍，以及可能他有的这个极端的意识形态，最后呢就成了一种可能的仇外倾向，就造成了瑞典国王也不得不到现场的这么一个瑞典社会上最大的枪击案所以现在从目前看起来瑞典的枪击案呢，应该是整个欧洲社会的一个小的缩影这样的事件呢，我们不敢说会越来越多或者是少，那么它是欧洲目前来说社会问题存在的一个缩影也可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案子。这个人就是心理障碍问题，他有精神病，他发动这个袭击，也有可能呢是这种福利社会存在的这种制度性漏洞他认为呢移民挤占了他的福利他的生活变得不幸，一个被系统忽视的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就走向了极端，造成了这么一个悲剧。所以欧洲必须正视现实，在维护人道主义的同时，你必须正视本国人的生活整个欧洲的情况来说呢，目前来说呢，随着阿根廷的选举美国的选举，甚至包括下一步加拿大的选举，包括欧洲其他国家，大家知道上一届法国的选举勒庞是微弱的很弱败给了马克龙。那么现在德国的选举呢，德国选择党也走在了迅速成长的路上，整个欧洲会不会马上右转还很难说，但是这种趋势是难免的。
这就是关于瑞典的这个枪击案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介绍，包括我们做的一些卫星地图，欢迎大家收看，谢谢大家收看啊！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